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好，就这样。写的是巴黎挺好，未来一定更好。巴黎挺好，未来一定更好。嗯，你这拿到超级大满贯了，这个未来一定更好，有什么计划吗？不一定是乒乓球了。那对嘛？计划没有，但一定更好。行，哟，好嘞，未来一定更好。咱们再来看龙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加油！怎么选了这一句呢？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只要它发生了，就是最好的安排。对，你只管努力做，结果自然而然。楚青，希望你能学会快乐，未来见。哎，就是希望能从这种不只是胜利的那一刻才会感觉到快乐吧。当然了，要在快乐当中再享受乒乓球。对，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类似的感受啊，因为乒乓球包括任何一项吧，任何一项运动其实都会有它这种快乐、困难相互对冲的时刻。各自都看到对未来的话了，也都看到未来想努力的方向或者遇到的境遇了，各自对对方说句祝福吧。龙队，先祝福一下这边，他说了这个未来要更好。祝福他未来真是更好。有没有哪个方面你特别想祝福一下的？运动员嘛，嗯，未来，起码下一届吧，我觉得，希望樊振东依然做得更好，超过我。这不真诚。这怎么解释？可爱了他们俩。但你相信我倒是觉得龙队说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两位都是超级大满贯嘛，所以希望可以再有机会创造中国乒乓球新的高度。对楚青呢，人家可说了学会快乐。快乐只是一部分，但还是，你也可以成为超级全满贯。我也期待他，因为吧，还没有人拿过团体双打加混双嘛。我觉得，对于下届的期待，或者是下下届，因为他还年轻嘛，开创了一个新的可能。对，好，振东对他们两位的祝福。是有点冒犯了吧？祝福哪冒犯？希望龙哥就是，就未来不管做什么选择吧，我觉得肯定都会支持他吧，也会祝福他。相信无论如何，他都会做出最好的安排。对，楚青呢？楚青是，在这一个周期，我感觉也很享受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这种感受吧，不管是团体双打，然后包括单打，我觉得也希望他未来能既快乐又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目标吧。楚青，两位大哥都说了，期待你可以变得更快乐。得，这事儿咱们后面慢慢聊，先说说对大哥们的祝福。先龙哥吧。希望也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不论选择什么，希望都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然后包括东哥，我觉得他的一路走来，自己也非常认可他的每一步，也希望他这些今天的所有自己也都是祝福他，也认为他应该得到他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希望他未来可以得到更多。通过刚刚的小片，我们好像对我们的乒乓球运动有了更加细节化的认知。现在我们看到3位运动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访谈区。3位好，谢谢你们来。咱们先跟所有看直播的朋友们逐一问候一下，好吗？振东先来。大家好，我是樊振东。欢迎振东。龙队。大家好，我是马龙。谢谢龙队，欢迎你来。来，楚青跟大家问候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是王楚钦。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比赛。龙队啊，第一场
男双结束了，拿下比赛的时候，你又贡献了一个名场面，那360度大旋转，这个好像在之前当中没看到过这个庆祝动作，也代表你当时的心境嘛。对，当时可能最后一个球正好是正手拉完以后，看到对面够不着了，就顺势转了一圈。当时你知道取得胜利那一刹那，可能身上有无限的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使劲儿了，所以就那么使劲转一圈。这场比赛拿下的过程跟你想象中一样吗？多少还是比想象中更艰苦，或者是更残酷一些吧。因为尽管赛前我们做好这种困难的准备，然后比如说0-1落后，或者是1-2落后，但其实当你领先被扳回去一局那种时候，那种心态其实有可能像输掉2局一样那么可惜。因为第一局我们开局的时候7-2领先，然后由于自己有2个无谓失误，再加上对手打了几个好球以后，第一局输了还是非常可惜。但庆幸是在0-1落后，我们还是迅速的这种调整过来，然后连扳2局，后面还是做得不错。包括第4局输完以后，第5局开局2个人的一些处理也都非常既坚决，同时又保证了命中率。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赛前做了非常困难的这种准备有关系吧。其实你知道，作为我们体育迷啊，我们当然相信你们一定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但是这个第一局上来之后，最后0-1的时候，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要感谢现在的电视直播啊，因为现在你们在这个中间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几乎都听得到你们说话了，大家都很想知道你们当时都说些什么呢？要怎么筹备呢？事实上，跟楚钦当时在交流的主要是集中在战术呢，还是调整心态呢？第一局输完，可能也是在领先的时候输，然后也是尽可能，包括王浩指导也跟我们2个可能是要把节奏放慢，然后要更坚决一些，因为其实战术是很成功的，所以说到了第2局的时候，可能因为换了发球和接发球的轮次，所以说也是要按正常布置的技战术继续往下进行吧，也给我们信心更多一些，信心要更多一些。其实我们看球的球迷啊，恐怕也是一样，就是当你们每次拿回领先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伴随着你们共同成长。咱们看看第2局，米娜。是，我们再来问问振东吧。也是在第2盘的比赛中，你面对的是男单决赛的对手莫雷加德，然后间隔6天啊，再次交锋，能感受到他有什么战术和战略上的调整和变化吗？我觉得其实，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次交手，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感觉上好像上次赢了，应该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其实对手肯定会做出这种一些更积极的变化吧，或者给我制造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在比赛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后也是凭着自己这种坚定的这种取胜欲望吧，最后能够赢下比赛，自己也是非常开心的。很关键啊，在这个第5局的时候，也是做了哪些调整可以拉开比分的？那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其实第1局输掉比赛也是关键球吧，相对比较可惜。然后第2局落后以后，我觉得自己还是慢慢的在投入比赛。我觉得不能光去想比分，或者光去侥幸对手会失误。我觉得更多要自己投入进去，打出自己的风格，才有可能去把比赛扭转回来吧。然后第4局自己也是有一个赛点没有拿下比赛。我觉得到第5局其实就是比谁更坚决，然后谁的执行力更强，特别是在开局的几个球，自己取得了5-1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所以后面我觉得就相对会更从容一些吧。我好奇，其实这6天你们打了2场球，6天以后，你有发现对手有针对我们做一些什么技战术的调整和变化吗？技战术上肯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不会有颠覆性的变化。但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变化可能是心态上。心态上，我认为他会觉得输了一次以后，他会更敢去使用一些技战术，或者在更关键的比分、更重要的这种时刻，他更敢去出手。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他给我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其实技战术，我认为大家应该都是知根知底的。明白，因为咱们一直都是很多咱们国际上的对手研究的对象，或者说非常想战胜的对象，所以我想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他可能比上一场打得更凶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对，而且团体赛的特点就是5局3胜，对，因为它相对节奏会更快，而且每一分其实都关系到团队的这个
走势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还是上来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保守，有一点点在等对方犯错误。但我觉得后面相对会更积极一点，他可能很坚决，那我要比他更坚决了。要更加的坚决。咱们这次是做了一个姆巴佩的动作，我见过你做皇马的很多动作了，贝林厄姆的然后之前有 C 罗的，姆巴佩的，咱这个动作是临时起意的，还是你有自己的一个顺序排好的？肯定没有顺序。我觉得首先是在法国吧，然后明白，然后现场的观众包括球迷也给予我很大的这种鼓励跟支持，所以在包括姆巴佩也刚刚加盟皇马，对，刚刚加盟皇马，对，所以各种因素吧，所以我觉得自己想用这样一个动作去作为自己赛后的庆祝，也是我觉得在能够帮助到自己有更强的取胜欲望。振东今年我还有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用了更多其他足球赛场上的一些方法，让整个气氛变得更燃了。比如说有一场比赛之后，有点类似当年欧洲杯，北欧战神，啪啪，这也是你更希望能够跟球迷互动的方法。其实我们因为刚开赛前几天我没有比赛，然后也去看了队友的这种混双，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赛。我觉得这一次整体这种氛围，包括也是让我感觉非常震撼吧。包括上一届其实在东京是没有机会感受到这些，所以这一次能够感受到这些，包括我认为我能够很享受其中吧。谢谢你，你也让我们很享受了比赛，谢谢你。是，也是在这个男单夺冠的道路上，我觉得最艰难的那一场，也是那个球迷朋友们可能比较揪心的一场，就是这个1/4决赛4-3逆转战胜了张本智和那场比赛。那在先丢2局的这个前提下，当时是怎么样做出及时的一个调整的呢？有没有和教练有哪些交流？做好这样的准备吧，就是会先落后，但是都肯定不希望先落后，肯定是当时有很多地方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没有做到自己赛前准备时候想去做的，才会陷入这种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觉得0-2落后以后，也是去跟教练一起换了一件衣服，然后希望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回到场上能够重新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跟节奏找到。然后我觉得包括可能从0-2落后面几局，我认为总体来说是发挥的会比前面更好一些，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慢慢的在回升吧，我觉得。然后到了2-3落后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没有退路了，就是每一个球都当成自己的，就是每一板球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努力给它处理好吧。每一板球都当做自己最后一个球来处理好，这恐怕也是我们历届看到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们都会有的一个品质。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守护着我们乒乓球的这个国球荣誉，是，但我们也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上的对手们。我们遇到他们，恐怕既是棋逢对手，又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次严峻的考验。楚钦啊，今天你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在整个过程当中，体能会是你的问题吗？我觉得不会吧，因为一天也只有1场团体赛，而且之前也有过很多团体赛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也会去做好这样的准备，包括可能自己在团体赛没开赛前也有几天给了自己的缓冲时间吧，来去准备这个团体赛。今天这2场球打下来，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自己满意吗？我觉得其实奥运会它不是一个看过程的比赛，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果，只要结果是好的，可能就是满意的。当然了，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体育迷来讲，你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当然也会留着点悬念啊，确实是留着一点悬念。在那一刻的时候，对自己的心理压力大吗？肯定被对手追到2-2的时候，肯定会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吧。但是可能真到了继续上场那一刻退无可退的时候，你也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了。
是，我们都说啊，说这个王楚钦的钦是不是就是倾尽全力的倾？然后自己也说过，这个少年没有乌托邦，心有远方自明朗。所以生活中的你是不是一个就是倾其所有，对自己非常狠的一个人呢？首先那句话文化底蕴太高，应该不是我说。是吗？不是你说的，特别喜欢楚钦。但是那前面半句肯定是对的，是吧？我觉得对自己狠，我觉得任何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吧。因为你要想不断的向上，你就需要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自己认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吧。好，谢谢，太冒昧了啊，对不起。没有，捧太高了，我上不去。在整个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我想我们整体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本届奥运会，郑东啊，你跟我们先说一说，你最紧张的时刻是在哪里？如果从比分上来看的话，肯定是单打的1/4决赛跟今天的团体决赛，因为都打到了决胜局，可能都是一局决胜负的这样一种场面吧。但如果真正从我准备奥运会的这种状态跟这种想法上，我觉得每一场球其实都很关键，因为都是淘汰赛，容不得有半点这种失误吧，我觉得。所以奥运会的魅力可能也正是在此吧。龙队，您最紧张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也觉得是今天的比赛吧。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自己打的3场这个团体赛双打都是3-0，但其实看上去3-0，每一场比赛中间第2场、第3场其实都有落后的时候，但其实没有打到决胜局。今天打到决胜局那一刻，还是非常紧张。你也知道，这个双打是团体赛整个团体赛第一场，然后对于整个团队的这种整个气势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一刻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嘛。是，龙队这句话应该是你说的吧？我都不敢说了。哪一句话？只要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这也不是我说的，这也不是啊，这都是解说。没事。不过都很匹配你们的气质。没事，但龙队还有问题要问您哈，就是拿下这块金牌之后，你也成为了这个中国奥运史上的首位6金王，怎么看待这一项成就呢？我觉得首先能够成为这个拿到6枚金牌吧，感觉还是值得骄傲，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因为看上去是6枚金牌当中有2枚是单打的，是自己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但还有4枚其实是团体赛的金牌，是跟着身边的同伴一起获得的，所以不光是通过自己努力，也有很多是队友大家一起努力获得，所以这个荣誉我觉得不单是在于我身上，可能也有很多是因为身边有他们，大家共同获得的。其实我想跟各位体育迷在分享的是，今天在我身边就坐的这3位，其实都在这届奥运会上创造了历史。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龙队是6金王，这也是创造了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历史。樊振东超级大满贯，咱这回获得了奥运会男单金牌拿到了。我们的振东，您看，您也是成为了第2位，在男乒历史上的超级大满贯的得主。然后楚钦也是拿到了第1块咱们的混双金牌，也是我们乒乓球队的第1块这个项目的金牌。没错，在本届奥运会上，事实上我们回过头去看，3位都在我们的奥运历史上写下了很重的一笔。所以我也想问问龙队，6金大家都在讨论，当然这是个极大的成就，而你也在一直书写传奇。下一个传奇会是什么呢？有想过吗？传奇的下一页你要怎么写？还是运动员？还没好好想呢。还没好好想。大家都希望你继续打下去，我们所有的球迷都希望你继续打下去。那他们是不知道我有多累。是啊，确实，你知道，就是乒乓球承载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一定是非常非常累的，一定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也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希望看到传奇的继续嘛，对吧？没事，下一个传奇就在两边呢。看来，这个，这是第一次啊，两边之后3人都乐了。是。楚钦创造传奇了，混双拿到了金牌，第1块咱们的金牌拿到了。您赛前也说过，这好像是你的第1目标，对吧？对。
所以你跟莎莎之间的组合，你们两位是怎么分工的呢？分工，我觉得其实，因为孙颖莎也是在上一届东京的时候也就参加了奥运会，对，这是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我觉得自己也会去询问她一些奥运会的感受和经过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前辈们都会说奥运会不同于以往的比赛，所以说，但是自己没有参加过，他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孙颖莎这几场发挥也都特别的稳定，也是她有她这样稳定的发挥，也释放了我一些这种出手上的一些压力，让我能更果断、更坚决去得分啊，去搏杀也好，得分也好吧。你刚刚也说第一次奥运会上打，奥运会对我们又非常的重要，这个感受跟自己预先想的一样吗？肯定还是超出了很多想象吧。超出了很多想象，有哪些是超出你想象的呢？我觉得一个是对手的发挥，再一个场上的氛围，然后这种紧张的这种程度，都是包括自己的发挥都会有差异化。大赛就是不一样，对，所以在遇到这种不一样的感知或冲击的时候，会跟旁边两位前辈请教吗？也会吧，会去问一些。是不是也像采访一样？首先问龙队，我看到你们很多采访哈，都是你俩把龙队往前一推，然后各种短视频都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先问龙队嘛？对，因为龙哥的这种思维包括说话都非常全面。这话我听出来了，意思是下回还是龙队说。机会不多了。行，都说说。发言人，确实龙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安全，好像给你们的感觉也是吧？是吗，郑总？就是对，就是在这儿。你看他们很有趣的是，这是我看到这届男乒的运动员，我们从小看乒乓球啊，看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员，一代一代的，从不曾让我们失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们。这一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都会互相看向龙队，啊，一到赛后采访，看向龙队，打球打得好，回头一看啊，龙队在，龙队，然后下来的时候没看到龙队都会带着你们。当然了，对振东来讲，教练对你来讲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存在。你们的合作时间很长了，对吧？就教练其实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都是当然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技战术领域吧，可能他了解你的一些习惯，或者知道你的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思考方式，所以他能够相对的更容易或者说更大概率的给出你一些特别实用的建议。能跟我们说说你和王浩教练相处的方式吗？其实确实自己可能从小吧，可能就是就他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可能就会教我一些让我能够更快的成长，更好的去进步。然后后面可能他转型为教练以后，自己一开始是他的这种主管队员吧，然后包括现在他是主教练了。我觉得随着身份的变化，相处方式肯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吧，但是肯定还是有一颗大家都想为中国乒乓球去贡献自己力量这么一颗心吧，我觉得。我记得在男单决赛之后，他把你抱起来了。其实这个场景之前也出现过，应该也记得吧？我们有一张这样的拼图啊，大家来看一下。另外一张是2016年的乒超联赛，几乎相同的动作，但是换了赛场。但你看他表情都很辛苦。所有人在背着你负重前行，是吗？但是确实很温馨哈，那一时刻。我觉得可能对于教练来说，也背负了挺大的压力吧。虽然可能跟运动员这种直接上场面对对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大家看团体赛也会有这种感觉，看队友打的时候，你反而更紧张。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能够拿下最后的金牌，其实
对整个队伍，包括整个男队，我觉得都是一种释放吧。所以你们的合作有多长时间了？我记得是16年。16年应该没有。没有。他可能真正小时候。10年左右。10年左右。对，他成为教练以后，对，10年左右。他是一个让你在赛场边安心的存在吗？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乒乓球的这种传承跟历史来说，其实大家，我认为我们团队里有很多这种，正是有很多优秀的这种教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孕育出更多的这种优秀运动员嘛。所以我觉得教练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吧。其实如果是跟我一样，从小看乒乓球，然后每逢大赛都是每一场不落的去追乒乓球的体育迷们来讲，恐怕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我们看着运动员在场上为国争光，然后看到他在教练席，然后指导着更年轻的队员们重新继承我们的男子乒乓球，重新继承我们的中国乒乓球。不过跟王皓打球的时候相比啊，我记得他打球的时候赢的球也是挺猛的，那个样子是就是特别爆发的。但是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我看你就场上遇到困难了，一转头他对你都是满脸笑容，笑得特别慈祥，他只能笑。他平时训练的时候还是像以前场上的样子吗？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也大了，他也是主教练了，所以不会说像原来那种事无巨细的都去沟通吧。但可能到这种大赛或者是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这种默契吧。包括日常可能真有什么事情了，或者遇到一些困难了，可能大家会有这种沟通，就是这种有效的沟通吧。是。问问楚钦吧，楚钦从这个东京奥运会现在到巴黎奥运会，心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和感觉吗？其实东京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在看台上看他们，给他们加油、呐喊。那一会儿的时候，会比较向往那样的他们就是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唱国歌的场景。然后到了这一届，自己能有幸参加，并且拿到了奥运的金牌，也完成了自己在东京时候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也是对自己这3年的付出有所的一个回报吧，我觉得。龙队大家都会亲切地称呼你是6边形战士，你怎么对待这个称号呢？这个其实当时16年打世锦赛团体赛的时候，对日本，因为日本人比较喜欢做这种图吧，就像之前玩那种游戏的时候，有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他们那种数值，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哥们儿是懂球还是不懂球，所以给我弄成6边形战士。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我是那样，还是希望我成那样，所以这个以后就被大家叫成一个梗，这也是可能是这几年值得我去努力追逐的一个方向嘛。但我认为，其实竞技体育里，我认为这个一个运动员的技术没有人是完美的，只有是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去接近完美，但没有绝对完美。是，回顾就是整个职业生涯截至目前来看的话，你觉得更喜欢大家怎样称呼你呢？龙队挺好，就龙队挺好的，觉得很踏实，很有安全感，也符合自己的身份嘛。我记得我在之前的时候看过一场你的演讲，你也讲过，我更喜欢龙队这个称呼，然后你后面还提到了鞍山小马。那个时候年少不懂的时候这么说的。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后来我还去找了，我还看到08年你录的那个视频，给自己08年新年的愿望，这鞍山小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对。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咱们又完成了一项记录，又在奥运史上写下了一笔的记录。再回过头看，还记得最早接触乒乓球是什么时候？那就是
4、5岁吧，4、5岁的时候在鞍山的时候接触乒乓球，4、5岁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人问，让你再选择一次，你刚刚也说到，那是不知道我们有多累，还会选择乒乓球？关键别的也不会呀、我觉得还是，如果有选择，还是会选乒乓球吧，因为觉得自己确实，首先，跟乒乓球很有缘分吧，因为好像当时也没选别的其他的这种运动，当时可以选吗？这也可能就是缘分，就第一选择就选择就是乒乓球了，可能也是，我爸这种推介吧，或者觉得乒乓球是个国球，然后，在东北这个地方，在辽宁，它又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说就去选择这个乒乓球，也相当于也没走什么弯路，或者是去试其他这些项目，眼缘分到了，没办法，从一而终。对，我真的很想请问龙队，乒乓球，它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很多感受吧。首先，它还是教会我怎么在挫折中还是不断前行嘛。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体育带给一个人最大的好处之一吧。不光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育人。我觉得就是在你，因为体育，我们运动员从小天天从事体育的时候，你就每天面对比赛，你每天比赛的时候就有输跟赢。教你赢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能够继续赢。当你输的时候，怎么能够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不断向别人学习，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怎么能够追上那些人？我觉得这就是体育带给我最大的魅力，或者是教会我的东西吧。如何战胜困难？是啊，其实到最后，我们如果用到底层逻辑，不就是每个人都在战胜困难吗？其实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咱们的乒乓球的3位运动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交流。当然，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你们，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比赛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你们在奥运场上的回忆，希望你们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其实他们已经非常累了。咱们有一个最后的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就是每一个来到我们冠军来的奥运的选手，我们都会请他们写一张明信片。写给未来的自己。我们希望把大家对自己未来的心愿也好，寄语也好，在这里留下一个纪念。这个别人能看见的那种吗？别人能看见的。你看这个，我就喜欢他们问，就如果不能看见，就证明有点想写了啊。别人能看见啊，先说好了，别人能看见的啊。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写下在这一刻想对自己将来说的话，好吗？是。来，好。毕竟这是一个视频节目嘛。我给你们拿笔，请稍等。好，谢谢。来，谢谢。来，写完了这么快？不是，我不会写，字儿不会写了怎么办呢？拼音。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可能对，中国体育来讲起到的那种独特的作用，大家跟我一样都感同身受。事实上，我想坐在我身边的这3位啊，不仅是咱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更加是整个乒乓球这项运动在世界上的技术标杆和真正的运动偶像。没错，有更多在这个地球上玩乒乓球的朋友，可能是因为龙队。因为我身边的3位，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而走进了乒乓球，而开始练习了乒乓球，然后幻想有一天成为他们的对手，幻想有一天能够在赛场上跟他们相遇，甚至开始幻想有一天我能战胜他们，而这也成为了乒乓球比赛，成为了奥运赛场上更受大家喜爱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成为了咱们中国乒乓球一直要捍卫荣誉的一项最重要的动力。所以，这是一项真正由我们带给世界新的运动潮流的比赛项目，而他们
也很好的满足了所有人对乒乓球每一次荣誉的想象和渴求。振东好像振东是先看了龙队想改是吧？不改了，不改，那么还有他的签上自己的路名字好吗？还要写自己名字，写上自己名字，哎，那得认领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好，就这样。写的是巴黎挺好，未来一定更好。巴黎挺好，未来一定更好。你这拿到超级大满贯了，这个未来一定更好，有什么计划吗？不一定是乒乓球了，那对嘛？计划没有，但一定更好。行，哟，好嘞，未来一定更好。咱们再来看龙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加油！怎么选了这一句呢？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只要它发生了，就是最好的安排。对，你只管努力做，结果自然而然。楚金，希望你能学会快乐，未来见。就是希望能从这种不只是胜利的那一刻才会感觉到快乐吧。当然了，要在快乐当中在享受乒乓球。对，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类似的感受啊，因为乒乓球包括任何一项运动，其实都会有它这种快乐、困难相互对冲的时刻。各自都看到对未来的话了，也都看到未来想努力的方向或遇到的境遇了，各自对对方说句祝福吧。龙队，先祝福一下这边，他说了这个未来要更好。祝福他未来真是更好。有没有哪个方面你特别想祝福一下的？运动员嘛，嗯，未来，起码下一届吧，我觉得，希望樊振东依然做得更好，超过我。他不真诚。这怎么解释？可爱了他们呢。但你相信我倒是觉得龙队说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两位都是超级大满贯嘛，所以希望可以再有机会创造中国乒乓球新的高度。对楚金呢，人家可说了学会快乐，快乐只是一部分，但还是你也可以成为超级全满贯嘛，我也期待他，因为还没有人拿过团体双打加混双嘛，我觉得对于下届的期待，或者是下届，因为他还年轻嘛，开创了一个新的可能。对，好，振东对他们两位的祝福。是有点冒犯了吧？祝福哪冒犯？希望龙哥就是，就未来不管做什么选择吧，我觉得肯定都会支持他吧，也会祝福他。相信无论如何，他都会做出最好的安排。对，楚金呢？楚金是，在这一个周期，我感觉也很享受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这种感受吧，不管是团体双打，然后包括单打，我觉得也希望他未来能既快乐又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目标吧。楚金，两位大哥都说了，期待你可以变得更快乐。得，这事儿咱们后面慢慢聊，先说说对大哥们的祝福。先龙哥吧。希望也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不论选择什么，希望都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然后包括东哥，我觉得他的一路走来，自己也非常认可他的每一步，也希望他这些今天的所有自己也都是祝福他，也认为他应该得到他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希望他未来可以得到更多。谢谢你们。作为一个体育迷，请允许我真心的感谢你们，从来未曾让我们在乒乓球上失望。虽然越长大越知道它很难，然后有机会跟你们交流之后，知道它
要经历和付出很多，但是，请允许我代表更多的体育们谢谢你们，让我们在每次看比赛的时候可以如此畅快和尽兴和从不失望的呼喊和感到骄傲。当然了，比赛还要继续啊。咱们还有女团的比赛马上要开打了，给他们加个油吧。这是咱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程序，好吗？龙队先来。龙队带着，反正他们也一定会看向你嘛，对吧？中国队加油！加油！我愿每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成员都可以加油，都可以获得自己对应的努力应该获得那份成绩。当然了，也都希望你们可以快乐享受在奥林匹克的比赛当中。非常感谢我们的3位运动员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安踏龙一起见证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身穿安踏领奖服站上领奖台领取金牌的场景，也和他们在演播室一起互动，分享夺金的喜悦，倾听冠军金牌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所有的朋友们的祝福，让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下次见。